欢迎您收看澳洲麦克讲税法第61讲：澳洲小公司合法避税技巧。大家好，今天的话，我其实想解答一下最近有一个观众 Luke 他提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你是经营一个超小型公司或者企业，他说的超小型可能就是说你的营业额在20万澳币以下，然后有什么样的一些税收政策，或者是一些省税的一些方法。好，其实呢 ，Luke， 我之前在的视频里面有讲过一些小企业的一些省税技巧，您可以看一下，和一些就是说对于小企业的一些哪些的企业架构，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可能会对你有帮助。那从之前的延伸过来，我可能是觉得能解答一下各位的一些问题，就是说我可能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吧，就是不同的情况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架构，就是通过我自己的这个经验和知识，好吧。另外一部分的话，我可能大家跟讲一下，就是延伸我之前的一些省税的技巧，我没有说的啊，或者一些现在一些政策的一些改变。因为之前的视频也是做了2年前的事了啊，那现在2年后的话，政策也有些改变，所以跟大家今天分享一下。我觉得就是对于小企业、小生意，最关键的一点的话，就是你在最开始的一个企业的一个架构，因为你架构对了，后面的省税就很省事儿了，好，就达到了一个事半功倍。好，第一种情况，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经常也会遇得到。就是说一些人他会自己有一个全职的工作，有全职的工资，可能年薪5万6万，甚至有些是10万澳币，但是呢他也想自己做一些小生意，打个比方，利用在澳洲和海外的一些资源做一些出口或者进口的生意，他不一定可能在店里卖，现在都是网络技术那么发达，可能用eBay或者是亚马逊的一种平台去倒卖这些产品，或者是说自己的话，花一点钱，然后开一个小生意，雇个人，去经营一个小生意。那如果你是用个人的这种情况去做的话，那你就是说要把生意的收入要放到个人的名下。如果你的收入阶段是在34.5%或者39%，那也就是说你每一块钱你赚的话，你基本上很多的钱就会交税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去架构？所以我就说这个结构非常的重要。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你本身就有全职的收入，那我会建议这个人的话，就是做一个公司的结构，有限责任制公司。因为有限责任制公司的话，基本上的税率是在27.5%。因为在以后的日子，政府的预算是说，他会把这个税率甚至降到25%。所以我觉得你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可以用公司的这个结构。去把这个税的话固定到了27.5%，这样的话就不用在你的个人税率里面交39.5%，或者是甚至更高47%，也就是45%的税率加上这个医疗保险税的2%。那但是你说需要注意的2个点，就是说如果你是用公司的结构，虽然税省了，但是如果你经营的这个生意是亏损的，那这个亏损是不能跟你的工资的收入做抵消的，这是需要注意的。第二点就是说，如果你公司赚钱了，交了27.5%，你要把这个利润分到你自己的个人名下，比如像是分红，股息分红，或者是给自己额外的用你自己的公司给自己发工资，这也是可以的。但是分到自己的个人的名下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道理，那这个收入又叠加到了你自己的工资收入，这样的话你可能也会需要去补税。OK， 所以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是要把这个额外的这个公司的生意的利润分到自己的个人名下去施用的话，那公司的这个结构有可能你也达不到避税，但是你可能会达到的一些就是资产保护。因为就是说个人名下可能有一些资产，你把生意是有风险的嘛，所以你放到公司的结构名下去做，也达到了资产保护的一个结构。但是呢，你省的这个税，比如像你就不用在个人的名下去交更高的税，来公司里面交更少的税，你剩下的钱你可以再做投资。所以为什么公司的税率会更低？其实政府是给了这样的这个一个优惠。
好吧？第二种情况就是说，你可能是一个夫妻店，哈，就是可能从移民到澳洲，然后呢想在这儿做生意，可能语言或者是不能在这里找到工作，可能是买一个5万、6万或者10万的生意，然后呢在这里做生意。所以这种夫妻店的家庭性的生意的话，我会比较建议的话，就是说你是用一个家庭式的信托那为什么用家庭式信托呢？因为家庭式信托的这个最后生意产生的利润，可以就是分配到每个家庭成员。打个比方，你就是夫妻俩你就会分配到50-50，分配到你们夫妻的名下。这个是在于是说你们夫妻俩都没有其他的收入，打个比方，利息收入、股息收入或者任何的一些投资的租金的收入的情况下，那你就50-50的分。但如果你不知道有这个家庭信托的结构，有可能你就会用个人一般都是可能是先生他会出去就是说去做生意，那就用一个个体户的形式然后呢所有的收入可能都会报在自己个人的名下。我们打个比喻，就是说你的这个生意大概是6万澳币的利润每一年，那如果你放到个人名下，每一年大概你要交1万2澳币的一个税收但是如果你用家庭信托，然后合理的把这个利润分配到每一个人的2个人的名下，也就是一人大概3万澳币的利润，那总加起来的话，可能你只需要交6000澳币的税务，也就是你真正大概省了6000澳币的税当然了，如果有些人他们在这待了一段时间，可能父母团聚然后就是家里面的一个家庭成员会到澳洲长期居住，那也有可能分到他的个人的名下。那这样的话，6万澳币的利润的话，可能分到3个人的名下，也就是每一个人只有2万澳币的收入。那我们知道是说18200澳币以下这是免税的，当然呢你必须满足你是税法居民才能满足这个条件。再加上如果是2万澳币，其实2万澳币的话，它政府也有一个低收入的一个抵扣，那基本上你在2万澳币以下的话，你也不需要去交任何的税。所以的话，从一个可能要交1万2澳币的一个税的话，降到了可能不用交税。当然了，这个也不是说每个人的都可以达到这种情况，也是看个人的一个条件，看是否能达到了。但是总共上面说的我是说的就是说，你一定是做一个商品货物交换的一种生意 ，OK， 你可能才能享有这个在公司里面享有这个27.5%的税，或者是用家庭信托把这个利润分出来。如果你做的是一个个人服务的一个生意，打个比方，你看我是会计师，那我会计师的话就是会用会计师的这个知识做一个这个服务，律师或者是工程师，或者是一个你是 IT 的你会用你的专业知识为客户服务，而且你这个收入的来源最主要是由你的个人的服务产生的收入。如果你是这种情况，那这前面的2种形式的这个结构，可能它的这个税务优惠你就用不上了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形式的这个生意的服务，税务局是有专门一个税收政策。也就是说，你如果是这样的服务，然后你用公司的这个结构去做，那公司里面产生的利润必须要放到你的个人，而不是你的选择你可以是说，之前我们刚刚讲的例子是你可以选择给自己分红或者发工资，但是如果你是个人服务的话，那你就必须叠加到你自己的个人收入。还有同样的家庭信托，就算你是放到家庭信托结构里面去做生意，但是里面的利润是因为你的个人服务和产生的这个生意收入，那也必须叠加到你的个人收入里面了。第3种情况，我可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如果你是跟朋友一起去合伙做生意那合伙做生意的话，我一般建议的话是2种结构比较适合。第一种结构就是股份制信托第2种结构就是有限责任制公司。因为这2种结构都可以是说固定你们朋友之间的一个股份的比例有些可能50%-50%，或者有些60%-40%，这样是可以固定的。
但是很多人就这样，那我用哪一个结构可能更适合于我的情况啊？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我也很难在这里跟大家讲所有的情况。那我讲一下这两个结构的最大的不一样吧，然后你可以自己想一下哪一种结构比较适合于你啊。如果是股份制信托，股份制信托它其实是不用交税的。那谁来交税？是股份制信托里面股份的拥有者来交税。也就是说，每一年股份制信托产生的利润，把这些利润就要分到股份制信托的受益人，让看他们的个人税率是多少去交税。如果是个人，那就是个人税率去交税；如果是家庭信托来持有这个股份，那就是家庭信托里面的受益人来交税。如果这个股份制信托的是公司持有这个股份，那就是公司的30%或者27.5%来交税。那就是说，它就不会限于是说，这个家庭信托里面是说交完税以后的钱再分给个人，就是说税前就可以拿到这个钱，然后根据你的情况再去交税。我们再说回公司，公司就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说，公司必须要先交税，哪怕你只有100澳币的这个利润，那你也要交27.5%的税。交完了税以后税后的钱才分到了股东的名下。当然了，也看你个人的情况。那如果公司交的这个税率更高，比你的个人更高，那你可能会退税。但是呢，如果您的公司的税率比您个人的税率更低，那就是你个人的税率更高，那你可能就是要补一些税。但是，所以最大的区别就是股份制信托是分到你自己的名下是税前的利润，但是公司的利润分到你自己个人名下是税后的利润。所以这两个是最大的这个从税收上的最大的区别。那这两个最后的税率其实基本都是差不多，只不过说你是税前和税后的利润。然后第二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资本增值税，因为生意卖掉的时候，就是说它可能会有资本增值。比如说你买一个生意，你买了5万澳币，但是呢你经营的特别好，你可能卖掉的话是15万澳币，那15万澳币就有10万澳币的一个增值。股份制信托的话，它是享有一个50%的一个增值折扣，因为它是信托的结构。但是呢，有限责任制公司是没有这个资本增值的折扣，所以100%的这个利润10万澳币都可能需要交27.5%的税或者30%的税，根据你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要考虑一下这两种不同税收的政策的不一样，来决定你到底用哪一种结构可能更适合你和你朋友去做这个生意。如果你觉得你现在的这个结构可能需要做改变，然后你可能就听我讲了完了以后的话，那你可能是说个人转成公司或者比较更好，你可能是想，那是不是会有一些税务的产生，比如像是商品服务税GST， 或者是那个资本增值税或者是企业所得税。在2016年7月1日以后起税务局其实给了一个这个企业结构改变的一个优惠政策，但是你最主要的是满足2个条件。第一个的话，你的营业额是在1000万澳币以下，所以大部分人应该都是能满足的。第二种的话，就是说你一定要保证你的最后的受益人是一个人不变的。我们打个比方，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个人作为一个个体经营者要转到有限公司，那要确保有限公司的这个股东一定也是这个人才可以满足这样的这个优惠政策。我们再打个比方，如果是一个合伙制合伙制，比如像3个朋友，他们都是1/3的一个结构形式。如果你要转到有限公司，如果你的股份改变了如果一个人是50%，另外一个人是20%，另外一个人是30%，那这个优惠政策你就用不上了，好吧？最后我可能就是说延伸一下我之前有说到这些小企业的这个优惠政策的一些改变和我之前没有说到的。第一个，我就是说一下这个资产立即抵扣的一个政策那资产立即抵扣，我之前说的是2万澳币以下
好，你就可以在自己的生意里面直接做资产抵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咖啡店哈，你要换一个咖啡机，可能是1万澳币的一个咖啡机，那你就直接可以在这个财年做抵扣了啊。那如果你是一个一个便利店哈，那便利店可能买冰箱啊或者什么的1万澳币啊，这还蛮贵的。就是说，那你这些资产的话，你直接可以在这个财年就可以做抵扣了。但是你所需要注意的话是说，你需不需要用这些资产抵扣？如果你今年的利润算下来只有2万澳币，放到个人名下本身就不用交税，你再把2万澳币的这个资产抵扣的话，直接抵扣到你个人税表里面，就有点不划算。因为你本身2万澳币就不用交税，你还不如把这个资产的这个折旧的这一部分，然后往就是未来去做抵扣，可能你未来的利润会更高，可能要开始交税，你这个折旧才用得到点上了，好吧？这是资产这个立即抵扣的这一块。然后但是现在最近的这个政策的话有一些改变，因为在2019年1月29日之前是2万澳币，好，但从2019年1月29日到2019年4月2日买的这些资产，如果是在2万5澳币以下，你也可以做就是立即抵扣。好，从2019年4月2日后到2020年的6月30日之间买的资产，如果是在3万澳币以下，你也可以做抵扣。所以这个是蛮好的一个政策。有些人可能这个车是在2万2、2万5，哈，比如像是你要去送货，哈，那现在的话是在3万澳币以下，你都可以直接做抵扣了，这个还是不错的一个政策。第二个的话，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得用上的就是一个小生意的税务的一个抵扣。好，那这个要确保就是说你的营业额一定是在500万澳币以下，你就可以用上这个抵扣。那这个抵扣的金额是多少？最多不超过1000澳币，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哈。但是怎么去拿到这个1000澳币呢？其实我们大家现在做税表都是用这个软件，好，所以跟大家一个窍门就是说，如果你自己做或者是你的会计师做，一定要确保在你的税表上有点击哈，你是满足了小企业的条件，那基本上软件基本上就可以帮你算出你可以抵扣的这个到底是多少，好吧？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希望这一期的节目你觉得你的家人或者朋友也会感兴趣的话，那你也别忘了分享给他们，谢谢。感谢您的收看，请您关注本期要点和下期预览。澳洲麦克讲税法节目每周将会频繁更新，经验丰富的会计师麦克将为您介绍最新最快的澳洲税务信息，和您的生活、工作、生意息息相关，可千万不要错过哦！如果您有任何澳洲税务问题，请用手机扫一扫左侧的微信二维码与我们联系。你也可以拨打澳洲税务咨询热线871202384和海外税务咨询热线+61871202384。感谢您的关注，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哟。我们下期再见。